18年播出。哦，我的皇帝陛下，肖战本来凭北唐墨染一脚火了一把，按如今的标准，其实已经算是爆成流量明星了，有综艺节目、商务代言都主动找上门来，但龙丹妮却一直打压他，从以前不给资源变本加厉为直接阻挠。除了拍剧之外，肖战的唱歌事业也在推进。当时团内出了一个活动，让各个团成员的粉丝给自己的爱豆打头，谁投的钱多，谁就能获得制作发行第一首单曲。当时肖战一听是这个规则，立即就低头玩手机，因为他从不逼客，认为这个规则之下他不可能赢。这里又是另一个方面反映肖战与龙丹妮的格格不入。爱豆的盈利模式就是这样，逼粉丝氪金，有些爱豆团更严重，完全按粉丝打头的钱来决定团里的人的排名座次。粉丝投钱最多的就坐在前面，坐在正中，投钱越少的位置越差。这是爱豆团通行的盈利模式，也不是龙丹妮的问题。有一个爱豆团的粉丝自述，有一回也是这样，要粉丝打头，他与同蛋拼死拼活的氪金了2000元给当时他们的爱豆，那个爱豆团就给他们的爱豆买了个很小很小的花篮。他们一看就闹了，说2000多元不至于只够买这么小的花篮吧，就去质问，结果被爱豆团的工作人员反唇相讥，说你们这点钱还想要大花篮？2000元当然不可能全部花在买花篮上，经纪公司也要抽水的呀。气得他们只有哭的份，粉一个很少粉丝的爱豆，太苦了，势单力薄，只会被人欺负。所以肖战之所以无法做爱豆成功，除了客观上他的年龄对做爱豆来说太大了之外，还因为爱豆这个产业的盈利模式与肖战的三观就是格格不入的。他不搞这种逼客的事，他红之前是这样，红之后也是这样，他真的从来不变。他没有因为红还是不红而改变他的品格，他一直就是这个人品，与地位变化无关。红之前就已经做慈善，红之后继续做，不是因为红了需要做慈善来美化自己的名声，而是这本来就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。还有他红之前是谦虚温和，对自己严格，但对别人宽大包容，红了之后也是这样。肖战拍《陈情令》的时候，他作为男主角，地位却还不如有娱乐公司在背后力捧的男二，片酬还不如对方高。男二在片场里各种欺负他，看起来他忍气吞声，似乎是因为当时他地位不如对方。比如拍打戏时，他的手一挥，好像是扫到了对方的脸，其实看慢镜就能看得很清楚，他的手只是差点碰到对方的脸，并没有真的打到，但对方立即就大喊大叫，说他打到自己了。肖战就不停地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但反过来，有一个群演真的不小心打到他，把他的嘴唇都打破了。那时拍的戏份，化了很厚的妆去掩盖伤口，但仔细看，还是能看得出他的嘴唇上是有伤的。那个群演担心的要命，他却反而安慰对方说不要紧，你又不是故意的。旁边的工作人员严厉地说，这是重大事故。那个群演担心的晚上睡不着觉，肖战反而感到很内疚，反复地说不是那群演的错，让工作人员转告那群演不要放在心上。肖战就是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对别人很宽容。最初还以为那时是因为他还没红，地位不高，所以特别谦虚卑微。也还是拍《陈情令》的时候，有一幕是他被反派抓住，反派用力地踩他的手，这当然是演的，演反派的演员在现实里却其实是个好人。一演完马上问他有没有真的踩到他，肖战却说不要紧，你可以真踩，只要效果真实就好。到23年暑假档《玉骨遥》播出，在花絮里看到也是有一个镜头，他一剑扫过去，真的是不小心扫到旁边一个群演了，他就跟《陈情令》时一模一样，不停地向对方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伤到你了。演《玉骨遥》是21年，肖战已经是大红大紫的顶流大明星，当了2年了。群演当然是连声说没事没事，我的头硬，不怕打。但肖战还是一如既往的道歉，叮嘱对方站远点，小心一些。还有一个也是武打场景，肖战从半空跃下，一剑插入敌人的头顶杀之，从半空跃下，所以要吊威亚，人在半空很难控制力度。他一演完就立即去摸对手演员的头，问有没有真的伤到你，就跟当年那个反派演踩他的脚，一演完立即关心他是不是真的被踩到一样。肖战还是跟演《陈情令》时一样的关心对手演员，没有一点大明星大主角的架子。还有骄阳伴我的花絮里，
也看到有一场是他与盛阳妈妈的对手戏，身后的电灯还是什么电器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突然好像是短路了，爆出火花。他第一时间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对手演员身前，保护他。这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发生的事情，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，完全是本能的反应。以他一个大明星，如果身体受伤，损失可大了。但他想都没想，就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对方。肖战真的就跟小说里写的那些完美男主从书本里走出来一样。小说里老写男主怎样舍身救女主，他在现实中真的这么做了，还不是救年轻女性，而是保护一个年长的人。还有，也是焦阳帮我拍摄的事，这是群演说出来的事。剧里有一些超市戏，于是剧组借了一个真正的超市作为拍摄场地。那家超市白天正常营业，晚上打烊后才把场地腾出来，所以是晚上才开始拍。到拍完时都已经是过了半夜，快到凌晨了。工作人员正打算收拾场地，因为要把场地恢复成原样交还给超市。超市第二天白天一到开门时间又要正常营业，大家却看到肖战主动地搬起椅子，已经开始收拾起来。大家都大吃一惊，怎么能让大明星做这种杂活？而且那么晚了，第二天还有拍摄，应该让他赶紧回酒店休息睡觉才对嘛。都拦着他，劝他走，不用管余下的收尾工作。但肖战说，多一个人干活可以快点干完，不要耽误了人家超市，还要经营呢，就还是和大家一起干完才走。这剧是22年下半年拍到23年年初杀青的，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他还是一点都没变。以前没红的时候，肖战就已经是这样主动的帮工作人员清理舞台，其他团员拍完节目就坐在那里休息，只有他主动帮忙打扫清洁。其他团员看到他忙活，才觉得不好意思，也起身过来帮忙。所以肖战真的一直没有变，身份地位的变化完全没有改变他。从不逼客的做法也是一以贯之，红之前是这样，红之后也是，红了之后就更明显了。因为有太多其他外部势力想借他来赚粉丝的钱，肖战每一次都及时制止，太多这样的势力了。比如有一家杂志，平时原价18，他红了之后，杂志把他的一些旧照片凑了凑，根本没有新照片，发在一期杂志里，还临时提价到38元卖。就这样，还有不少粉丝去买。他知道了之后立即叫停，强硬的要求那家杂志退钱给花了钱的粉丝。他平时温和，但遇到这种事都表现得特别强硬。还有很多明星代言产品都搞所谓的解锁，就是粉丝冲销量冲到某一个水平就会解锁一个福利，比如明星的一段花絮再冲到下一个水平又解锁另一个福利，这是诱导粉丝多花钱买不需要的量。解锁其实非常常见，非常多明星都有这种做法。肖战刚红时代言了某化妆品，该化妆品做惯了这种解锁的事，问都没问他就直接也搞起这种解锁，结果也是肖战一见到立即喊停，取消搞这种解锁的玩意，改成到了某个时间就自动解锁，不需要冲到某个销量才解。结果就是很多明星搞这种冲销量解锁，经常销量冲不上去还解不了。肖战从来不搞这种解锁的，销量反而不冲也能到那个量。还有20年的时候是肖战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翻唱了《红梅赞》这首红歌，微博把这首歌设为收费，要花钱买。肖战也是一知道就立即喊停，说这首歌是免费的，因为不是他的歌，他只是翻唱，而且要求已经收了的钱也全部逐一退回。本来一首歌2元，很多粉丝都不在意花这点钱，所以没太放在心上。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事，看到自己的账户打回了2元，并收到通知说是退这首歌的钱，才知道有这回事。还有粉丝担心他这么做会得罪微博，又会送他几个黑热搜。相比之下，有一个第2代流量明星的爱豆却搞贷款卖歌，就是歌还没制作出来，先让粉丝提前花钱购买，慢慢再还，直到现在也没还完。